大家上午好，今天是5月23号。那么今天上午这第一个视频，我们主要来聊一聊港股的香港交易所，这也是之前粉丝留言比较关注的一个品种。那么这只港股上市是在2002年啊，从上市之日起，它其实就是一直处在这个牛市当中。但是到了现在这个阶段，这波牛市有没有结束，产生了一定的分歧。如果前期只是完成了一个3波的反弹形态，那么此处可以说向下的调整还没有走完啊，因为可能会走出一个 A、B、C。但是如果此处向上能发展出波浪形态当中的一个5波推动，那么目前就是处于1、2、3、4，后期可能会有一个5浪会创前期的一个高点的一个新高，所以这就是当前的一个分歧。下来我们具体从它的形态和结构，我们来分解一下这一次整体的一个走势。2002年上市之后啊，首先是走出了第一波上涨趋势，可以看作它是1浪或者是 A 浪，之后经历了向下的一次升幅回撤，这里可以定义为2浪或者是 B 浪。从这个低点 49.70 开始往上，一直运行到这个587，都处于3浪或者是 C 浪，这当中又走出了一个次级别清晰的一个5波推动结构，1、2、3、4、5，在相对的高位啊，走出了3浪或 C 浪。那如果按照第一种预期啊，它是会发展成一个推动形态的话，那么这里我们首先要拉一下黄金分割。那么可以看到这个所谓的调整啊，向下的调整，如果它是4浪的话，那它回撤的幅度是非常的深，那后期整体向上呀，它会创出3浪的一个高点587， 4浪。那么从这个相对低位开始208，那其实已经是处在第5浪上涨的一个初期，后期将会逐步创出新高啊，这是第一种预期。第二种预期就是刚才所说的，前期的这一波上涨，我们只能看作它是一个 A、B、C 的一个调整浪的一个推动形态。那么这时候整体的走势，我们就要拉取新低啊，之前的历史低点。那可以看到上一次的调整，它的整体的走势是回撤到了黄金分割 0.618 的位置，那么也就意味着从 0.618 开始往上，它只是在运行一个某一级别的一个这个所谓的一个 B 浪 A、B， 后期可能还向下有一个 C 浪。当前来看啊，两种预期在后期的发展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结构或者是节奏 A、B、C。 这种时候我们就需要去测量之前从587下跌的这一波整体的一个反弹的一个幅度和压力在哪里。如果突破一定的高度，那就向着第5浪在发展，如果突破不了，那么就仅仅只能看作是一个 B 浪。所以它从相对低位往上的话，这个 B 浪或者5浪的话，它在局部形成了一个同向的一个走势，至少在一部分的行情里面，它是处于有相同的一个幅度的一个运行空间的。接下来我们将时间调整到周线图，那两者的区别其实就在这个黄金分割 0.618 的位置，也就是443 BA、BB、C。 如果是 B 浪的话，那么443就是它一个不能逾越的一个高位啊。那么在443承压的话，它可能会展开一个再次的回落，直至跌破之前的低点209。但是站上了443，我们就要考虑它整体的走势发展，它是向着第5浪的一个运行态势啊在走。这就是目前两种不同的形态所找到的一个关键的多空分水岭，都在443。因此从目前的点位来看，385向上短期还有一些空间大概是50到60港币的这样一个上涨空间。如果之前你持有的仓位的话，那么目前可以继续看，拿着往上看。但是到了443附近的话，我的建议是先减仓，等待这个关键的压力位做出这个选择，到底是突破
还是出现了一个冲高回落。如果出现冲高回落的动作，并且形成了这种日线或周线级别的顶分型或十字星的话，那我的建议说先离场全部离场。因为顶分型十字星出现之后，意味着短期的走势必然会出现一波向下的一个回撤，那这个回撤完全是有可能发展成一个 C 浪的。那么如果大家有其他重点关注的品种，比如美股、港股、数字货币、期货以及金银油，也可以继续给我留言。那么我后期我也会从中间选择一些结构清晰、波浪形态明显的品种一一分享给大家。好，以上的讲解就是今天上午关于这个港股香港交易所的整体走势结构分析。好，视频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